这一期如果能发出去的话呢，希望你可以看到最后，因为洗脑他说的不光是传销或者邪教组织去改变我们的思想，而是通过破坏性的深度宣传，甚至用铺天盖地的信息暴力的干预正常人的想法，并且在大脑里强制的去改写它，让我们认为这种言论它就是正确的。比如像之前日本的奥姆真理教，还有1970年的绑架事件，其实都跟操控思想有非常大的关系。那在现实中这种洗脑的案例就太多了。那所以能跟这种外部灌输的思想去对抗的，就只有我们内心深处形成的独立价值观了。比如你最看重什么，你最爱的人是谁，希望世界可以变成什么样子，那这些没有被人干涉过的，就叫做信念。只要你的想法、你的信念没有破坏所在地区的法律或者秩序，你就可以自由的去塑造它。大家好，今天聊洗脑到底是如何改变你的大脑的？那为什么人类的性格会这么脆弱？那其实这个就需要用科学的机制去解释了。那正常来说洗脑就是第三方有意的去修改或者篡改你的信念和价值观，让你慢慢的开始去仇恨那些从来没见过、没有伤害过你的人。所以在心理学上，把那些通过囚禁、酷刑或者药物这种暴力手段去改变思想的方法都叫做洗脑，而那些通过说服或者辩论灌输思想相对来说比较温和的手段就叫做心灵控制。那虽然听着有很大差别但目的都是一样的，就是为了操控别人的思想和意志。那现在我们就把这些套路统一的都叫做洗脑。那因为人类是社会性群居动物，一旦思想上被改变了，那包括人生在内的生活方式和对事物的选择都会彻底的被改变。而历史上最会玩这一套的，基本都是那些带有破坏性的宗教团体，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邪教。那在近代就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日本的奥姆真理教。那这个组织是松本智京夫在1980年创立的，他把瑜伽、西藏佛教和基督的元素按照自己的思想拼凑到了一起，写出了一套让人看着又复杂又高深的教义。那这就让当时找不到方向、迷茫的年轻人、媒体还有大量的普通人都对这个组织非常的有好感。但实际上这个宗教的底层逻辑特别的疯狂，他们为了拉人入会、控制教徒的思想，会使用所有你能想到的洗脑手段，比如使用迷幻剂，制造人为的神秘感，不让信徒跟外界有任何的联系，经常的灌输末日恐怖思想，告诉大家世界末日马上就要降临了。那在这种长期洗脑的状态下，奥姆真理教它就变得越来越极端，甚至开始公开的对民主社会发动攻击。因为这些信徒他们已经完全的脱离文明世界了，并且在梨山县的一个小村子里还建造了一个小型独立的国家，开始制造和散播毒气，让大量的日本人都受到了伤害或者凋零。那包括日本的旧统一教会，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统一教，他们也会利用合宿或者研修的名义，让一堆人聚在一起学习，切断信徒跟外界的所有联系。那甚至还会利用大家对祖先因缘报应的恐惧心理，不断的让信徒献金给宗教。那祖先因缘在邪教里代表的就是你只要不听教会的话，就会伤害了家人和自己。而现金说的就是带有压迫性的给教会捐钱，去完成自我救赎。那其实在外国也有类似的案例，比如美国的邪教天堂之门，那他手下的信徒为了能让海尔波普彗星号飞船把自己带走，就选择了集体自尽。那整个组织也在1997年就彻底的消失了。那听到这儿是不是觉得这帮人的脑子一定有问题？为什么会选择集体自尽？因为他们同样也是过着集体生活，隔离了所有信徒，并且不断的去灌输末日思想，深度的去干预个人的信念。所以可能在我们的身边已经有很多杠精都被深度洗脑了，只是他们自己还不知道而已。那从这些例子上就能看出来，洗脑确实是存在的，而且这些手段之间还有一个共同点，就叫做洗脑科学。那在1953年到1973年之间，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就执行了一个最高机密项目——极端精神控制计划。那它主要的目的就是研究洗脑和心理操控。据说当时有几千个人都是被强制的参加了这个实验。那在过程中，实验人员会利用迷幻剂、安眠药、
催眠术，甚至电击、脑叶切除术这种残忍的手法进行大量的人体实验，去操控他人的思想跟行为，逼迫他们说出内心的想法和秘密。而这些极端的手法呢，后来就被用到了更大范围的宣传和舆论控制上，变成了群体洗脑的方法。但幸运的是这种洗脑的方式它不是永久的去改变个体的人格，它只能在群体内被控制思想。一旦你走出去了，可以跟正常的人交流了，你很快的就可以找到自身的信念。也就是说媒体报道的持续数年洗脑会彻底的改变一个人，那这些都属于个例。因为很多受害者可能他原来就对某种思想是比较认同的，那在这个前提下再加上长时间的洗脑，你才会产生惊人的效果。因为有太多东西可能说了也发不出去，那我们就把这些共同点总结成3个阶段，可以自我的去对比一下，看看有没有被宣传或者持续的洗脑。那第一个阶段瓦解，也就是回答阶段，目的就是为了彻底打乱你的现实感。方法呢，就是不停的审问你，不让你吃饭，不让你睡觉，再用酷刑或者禁闭这种暴力手段摧毁你的身份认同。那这个时候的人基本都会接受一些违反常识的思想。那第2个阶段灌输，也就是变革期，因为你经历了第一阶段，大脑就会变得像一张白纸一样，他们就会把新的思想画上去。那这个就是所谓的重生。那其实方法也很简单，在你内心要动摇的时候，反复的用声音和影像，让你不停的去感受他们要灌输的想法，包括那些铺天盖地的宣传、宗教仪式或者研讨会，都可以理解成是催眠阶段，使用反复单调有节奏的内容去引导你的想法。那最后的阶段稳固，也就是再冻结。那新的思想被灌输了之后，就要防止旧的观念重新占领高地。那一般这个期间都会让新成员跟老成员在一起学习，包括给新成员起名，断绝过去的自己，把信念从萌芽变成坚定的状态。那你的人格就会慢慢的转移到新的身份上。心理学呢，把这个复杂的洗脑过程叫做强制性说服。那包括限制信息和社会孤立，都是提高洗脑效果的关键。那想一下，为什么有的人他就很容易上当，但有的人就完全不会？那其实这个跟个性差异也有非常大的关系。因为在研究中发现，那些比较内向、容易焦虑、经常感到社会生活压抑的人，更容易服从群体，也就是喜欢听专家的话。那尤其是对邪教，一旦接触了，基本就是无法自拔的。最后，敌人常用的手段一般都是先孤立你，比如你觉得没有人情味了，自己在外地打工，一切的事儿只能压抑在心里，而社会上会用各种方法来否定现在的你，接着向迷茫无助的你去灌输新的信念和价值观，引导你把那些被灌入的信念当成是自身的意志。那如果你发现了自己生活的地方就是被隔离的地区，而且被强迫的否定自己，认为一切的不如意都是自己不够努力，那这个就是邪教在洗脑了不要犹豫，立马跑路，离开这个地方。那希望这个视频可以让更多人看见，去了解自己。